周三，中国加中亚5国外长第2次会晤在西安举行，6国外长商讨了共同关心的议题，共谋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方不负责任地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引发当地局势动荡，危害中国及中亚5国的利益，这也成为本次会晤的重点议题之一。王毅在主持中国加中亚5国外长第2次会晤时表示，中国和中亚5国外长在疫情形势下举行实体会晤，体现了6国共同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加强团结协作的决心。事实证明，中国与中亚国家集体合作恰逢其时，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值得注意的是，6国外长发布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联合声明。外长们强调，一致支持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愿为促进阿人内部谈判、恢复和平稳定、推进经济重建、加强区域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军和白翼部队都撤出阿富汗以后，阿富汗的发展重点是在于恢复民生、恢复经济。我们知道，阿富汗是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后几位。阿富汗这个经济恢复了，那么恐怖主义的土壤就消灭了。如果阿富汗的经济恢复不了，也会影响到阿富汗的周边地区，包括中国，因为中国是阿富汗邻国，所以说阿富汗的安全局势直接影响到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所以中国积极的主张、积极的协调中亚其他国家一起来共同的帮助阿富汗重建，帮助阿富汗恢复经济。阿富汗是中国的邻国，两国通过狭窄的瓦罕走廊东端接壤，边界线长度约为90公里。阿富汗于2016年签署与中方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同年，中亚国际专列开通运营。2017年，阿富汗成为亚投行成员国。现在，中国企业已经成为阿富汗最大的境外投资方。近期，美方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引发当地局势动荡。王毅在中国加中亚5国外长第2次会晤中阐明中方立场。王毅强调，中方认为外国驻军应当有序、负责任地撤出阿富汗，防止仓促行事，给阿国内和平和解进程带来负面影响和严重干扰。阿未来的国家治理结构应当符合阿独特国情和发展需要，不能简单照抄照搬外来模式，以免出现水土不服，造成新的动荡与混乱。这是实现阿和平和解的现实选择。中亚各国作为阿近邻，应当为阿问题的最终解决做出应有贡献。上海合作组织也应当为阿富汗的长治久安发挥应有作用。现在的情况看来是，美军撤出阿富汗以后，阿富汗当地的安全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对阿富汗的重建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中国和中亚5国外长现在在积极的磋商，形成一致的共识，来尽力的维护好阿富汗当地的安全局势，不至于恶化。这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美军在阿富汗当地并不受欢迎，但可悲的是，自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起，美国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驻军已经深度介入了当地局势。仓促撤军势必影响阿富汗局势的稳定。当年，美国借口反恐发动阿富汗战争，打击基地恐怖组织及与其结盟的塔利班武装，并推翻了当时执政的塔利班政府。但是20年后，美国政府却秘密与塔利班接触，还签订了和平条约。虽然这份美国主导的协议十分脆弱，但有美国媒体夸奖促成此事的特朗普应该获得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喀布尔的报纸则质疑，阿富汗人民承受了美国和北约军队发起的战争，把自己的祖国变成一片焦土的巨大痛苦，却发现一夜回到20年前。拜登上台后，在长达约2个月的时间里，没有进行任何表态，放任阿富汗局势暗流涌动。3月13号，阿富汗总统府确认收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致阿富汗总统加尼的一封信，信中提出组建过渡政府以取代阿富汗县政府，并由联合国召集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以达成促进阿富汗和平的统一方案。观察指出，拜登政府以信件的方式通知阿方，明显是不尊重阿富汗政府。原因是美方提议组建过渡政府太过天真。对阿富汗政府来说，组建过渡政府就是要和塔利班分权，这是无法接受的。而塔利班一贯不承认阿富汗政府，认为其是外国傀儡，自己才是合法政权。参加过渡政府就意味着与自己反对的对象同流合污，将有损自身政治基础与合法性。阿富汗人民对美国的过渡政府构想也十分反感，因为一个没有足够掌控力的政府将给社会造成更大的不安定。阿富汗总统加尼拒绝回应美方的信。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也表示，如果美国寻求在多哈对话之外的替代方案，将注定失败。
阿富汗《喀布尔时报》总编辑哈米杜拉·阿雷菲认为，布林肯的来信表现出美国急切想从阿富汗脱身，美方的撤军威胁也是为了逼迫阿富汗政府加速和谈。阿富汗战争由美国联合北约挑起，现在美方突然甩锅给联合国，企图将责任撇得一干二净。但联合国短时间内难以顺利介入，这必然导致当地局势陷入更大动荡。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上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不能保证阿富汗的未来会怎样，没有人可以。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美国《纽约时报》认为，中国在向全世界提供资金和权力，全面扩展影响力，讲述中国故事。您对此如何看？《纽约时报》之所以对中国自身努力讲好中国故事感到诧异，主要是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认为说只有西方的媒体才能够有资格讲述中国的故事。我想这本身就是世界面临的一个挑战。中国也好，世界其他国家也好，需要的是多元的声音，需要自我表述，而不是通过 BBC 或者 CNN 才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殖民主义的心态。中国去讲述中国发生的故事，顺理成章，也是理所当然。中国没有想去取代 BBC 或者 CNN。另外呢，媒体的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何况是一个国家。包括 BBC 在内的这些传统的媒体巨头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从媒体自身来说，专业、可信、有趣、有料才能够有公信力。中国媒体努力的方向就是提升自己的媒体素质，提升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而不是要取代 BBC 这样的传统的媒体。西方媒体的想法也的确是高估了 BBC 这些媒体的影响力。中国媒体讲好中国故事的努力，其实也是西方压力之下做出的必然的反应。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着两个挑战，一个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西方媒体将中国做的任何事情都臆想为觊觎世界的主导权，哪怕是中国的英文报纸在国外发行出售，中国媒体向国际同行提供其他语种的新闻材料，中国媒体与其他同行之间的业务合作都会被设想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就是中国崩溃论，将中国面临的挑战无限的去放大，把中国描绘为危机重重的国家。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崩溃论，其实都是在抹黑中国。通过媒体将中国捧杀或者棒杀，在这样的挑战和压力之下，中国媒体当然需要努力去讲好中国的故事，主动向世界说明中国。这种努力并不是要压倒谁的声音，更不是为了取代谁，而是要正本清源地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和善的中国。在最近几年中，美国对中国媒体记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压，而一些媒体制造话题，炒爆舆论，将抹黑中国的言论变成了遏制中国的外交和战略行为。比如说在新疆问题，首先是一场关于真相的博弈，舆论场变成了战场，而现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在联合国召开会议，抹黑中国，向中国施加压力，完全不顾事实和真相。因此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是空前的。美军已开启在阿富汗撤军行动，但此时安全形势持续恶化，您对此又是如何分析？拜登政府宣布了在911实现完全撤军的目标，美国以及北约的军队从阿富汗撤军的步伐也在加快，这必然会带来阿富汗局势的变化。首先是阿富汗面临的重大的转型，就是从战争状态向战后秩序重建的惊险一跃。美国的撤出造成阿富汗国内不同势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战后阿富汗重建可能需要比20年更久的时间。美国应该承担在20年战争过程中给阿富汗造成的巨大的损失。在撤军的同时，需要对阿富汗做出补偿。国际社会呢，也应该去追究美国在20年阿富汗战争过程中的责任。其次是对美国来说，结束一场战争要远远比开始一场战争要难得多，而体面有序的撤军更是难上加难。在撤军之后，维持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几乎是难以实现的目标，而美国似乎也没有将这一目标当回事儿。
美国和塔利班达成的共识就是，美国撤出之后，阿富汗不再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基地。至于说阿富汗未来是何种秩序，以何种方式来构建国家秩序，并不是美国所考虑的。最后呢，美国军队的撤离意味着阿富汗将进入新的冲突和博弈的阶段，塔利班和政府军之间的冲突会进一步加剧。有美国的智库也评估认为，在美军撤出之后，未来阿富汗秩序将会面临颠覆性的变化，塔利班将重新控制阿富汗。美国撤军只是阿富汗战后重建的开始，也可能是冲突与战争的开始。对于阿富汗以及周边国家来说，需要携手合作，推动阿富汗战后秩序和平有序的发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与中亚外长的会议上阐述了中方的立场，提出应该推动阿富汗形成广泛包容的政治安排，确保阿富汗各民族各派别都参与到未来阿富汗政治生活中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阿富汗的稳定与发展不仅关系到阿富汗本国的人民，也关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